讨厌，你手臭死！你别碰我！你说谁手臭啊？你！嘿，咱们俩现在是臭味相投。你刚才还用手刷马桶了呢，让我闻闻。讨厌！我本来就忍着恶心干的，你还老提，下次让你刷。本来我就说我去刷马桶了嘛，是你不肯，说不愿意让我用脏手来碰你。我说我无所谓啊，反正我又没有洁癖，你用多脏的手来碰我，我都不嫌弃。怎么样？谁爱谁更多一点？见分晓了吧？不，我爱你多一点，因为我舍不得你做这些低贱的事情，所以我爱你多一些。海平，我爱你，不论贫穷富裕。弄得像宣誓一样。哎，你说啊，以后也许我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也许还是一套海滨别墅也不一定哦。也许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海鸥低旋，波涛拍岸。我们俩坐在沙滩椅上晒太阳，孩子呢在旁边堆沙堡。也许到了那个时候，回想起今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光，我刷浴缸，你刷马桶，会不会觉得一路走来特别的幸福啊？那我有个问题，你说咱俩在孩子堆沙堡的时候就能买得起海滨别墅，那咱俩有孩子，然后孩子玩沙堡，那应该就是没几年以后的事情吧？那你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俩能发达到在这个城市拥有一套海滨别墅？你也太敢想了吧！敢想敢干嘛？你连想都不敢想，还怎么实现呀？我明白了，我清楚了我们家未来的格局了，是你敢想，我敢干，是吧？那麻烦你先别想了，你能帮我把房间收拾一下吗？都下不了脚了，我都累死了。你先帮我收拾一下啊！我不，我要先甜后苦，配合一下，配合一下。我听不见，什么都没听见。姐，你说是喜欢大城市还是喜欢咱们小城市啊？当然大城市了，咱们老家那种地方有什么意思呀？没逛两步就逛倒头了。你喜欢哪儿啊？我有点想家，想爸妈了。没出息的，家有什么好想的呀？你姐在哪儿，你的家就在哪儿。那小时候你不是我带大的呀，跟我睡一个被窝，连你的家长会都是我给你开的，想家。可我还想同学和以前的死党啊。那我问你了，你家有大型博物馆吗？没有啊。你家有音乐会吗？没有啊。那你家有世纪明珠塔吗？没有哎。那你家有伊势丹吗？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你什么好想的呀？真是的。那死党同学的，哎呀，你处了段时间就有新朋友了，没关系的。女生外向哦。怎么啦？离结婚好像还远吧？苏纯跟你求婚了吗？求了呀。对啊。那还没结婚呢？马上就结了呀。就是呀。还没结婚就不算？那你现在就你家的，我家就不是你家了是吧？好，等会儿我就告诉妈妈，你和他住一块儿。喂，哎，孩子，没大没小的，苏纯也是你叫的，得叫大哥。就是叫大哥。我跟你姐住一块儿是相敬如宾，是守身如玉。我们俩住到一块儿就是为了省钱买房子，等以后买了大房子，也给小海藻留上一间，啊。大哥，你们就是拿这个守身如玉的吧？对，守身如玉吧你。要死啊！越大越不懂礼貌了，这个也能摸的呀？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不知道呀，这是不是房东留在这儿的呀？好了，你快睡觉了，关灯睡觉。
海藻，你放心，用不了多久，在这个大城市，姐姐一定会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别人会有的，我都会有。哎呦，猜猜我是谁？吃肉的小白兔，赶紧松手！一手的油。老了还没炖烂嘞。你懂什么呀？什么老了没炖烂？老了你要炖过头了，不洗手，回头得乙肝，找工作都没人要。那筷子给你，包给我。哎，姐，以前他们说苏联人民呢认为吃上土豆炖牛肉就实现共产主义了，你说咱们这样算实现了吗？算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虽然楼下住的是老李。对，我刚才看见老李了，他怎么就站在那儿洗澡啊？啊，一点文明都不讲的。那去一趟澡堂不就5块钱吗？不就5块钱？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5块钱对他们家来说好吃一顿红烧肉了。哼，他们家会拿这个钱去洗澡啊？你知道他们家老太太每天是拿人家菜场里面捡剩的菜叶子回来煮着吃的，真是的，还5块钱呢。所以说，你们现在这种小孩根本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姐，小孩子马上就要懂了。眼看我要毕业了，我工作连个影子都还没有呢。妈现在每天都在催我，说家里啊已经联系好了一家银行，工作不忙，待遇也挺好。那我回不回去啊？当然不回去了。啊，辛苦了4年你就没回去啊？找不着工作你慢慢找，在我这儿还怕你饿着呀？姐，你一直跟我说做人要做城里的人，那你都来城里这么多年了，那你还是上午一片瓦，工作换了好几个，也没有什么飞黄腾达的迹象啊。你以前还问我老家有没有伊势丹、明珠塔、博物馆，是老家是没有，可是这些你也没有天天看到啊。你不过也是住在这样一个房子里面，连个孩子都不敢生。哎，如果是回了老家，那房子又大，爸妈每天还能做好饭等你回家吃饭，这么安逸的生活，你到现在还不后悔啊？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不想做井底之蛙。你想想看，见过这么多大世面以后，你怎么回得去呢？你以为我真的贪图伊势丹，贪图这个明珠那个明珠啊？我其实是喜欢这儿的一种环境，逼得你学习，逼得你进步。慢慢的，我觉得你就会有一种气质。我觉得这种气质应该叫奋斗。当然了，你说的没错，如果回去以后我是会很安逸，可是你不觉得那样就被束缚在那儿了吗？啊，哪儿也不敢去，哪儿也不想去，一旦发生什么变化就手足无措。你知道青蛙是怎么死的吗？怎么死的？被温水煮死的，很舒适的温水煮死的。如果人一旦丧失了理想，丧失了斗志，安于过小日子的话，真的这辈子我觉得就完了。而且说实话，我心底里面多少有一种不服气。我一直觉得人多的地方机会就应该多，淘金嘛就应该在大地方，在大地方才有爆发的可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发生。这么打个比方吧，就像是买彩票，下注的人越多，赌盘越大，你赢的奖金才会越多，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更何况说你了，这么年纪轻轻的，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啊，我的小妞。
哎姐，你不会是想做暴发户吧？我说的爆发不是你说的爆发，我说的爆发是一种力量的积蓄，是一种力量的腾跃，是这种潜能的发掘，就像油一样的。你在没有被点燃之前，怎么知道自己有核动能呢？我也想爆发呀，可是学校都下通知了，限制我们6月份一定要搬出宿舍，我怎么办？跟我住呗，你要不嫌弃你就打个地铺好了，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工作，什么时候再搬呗。啊，那姐夫能同意吗？你要不还是先跟他商量一下。商量什么呀？切，到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家谁说了算吗？哟，饭还早来了。是曹操的，来，快吃饭。牛肉啊！啊，孩子要开饭，我让他等等，要等苏纯回来再开饭。是吗？苏纯是一家之主，哎，不敢当，不敢当啊！来，我们吃吧。我能干什么呀？去！你妹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你就忍心我这么一直当和尚啊？他现在大了，懂事儿了，你这么大动静，你不是撵他走吗？忍2天啊！我轻轻的，我很快的。你搞什么呀？什么轻轻的？那有人在这边，不能有情绪啊！那你也轻轻的。哎呦，你烦不烦啊？怎么搞的？你们随便啊，我把耳朵捂上，你们就当我不存在好了。你个小东西，你不睡觉偷听大人讲话的？赶快睡觉。好了，小猪也看不见了啊。姐，干嘛？我找到工作啦！发神经了，这楼都要崩塌了。妈，不会的，这小青年嘛，疯一点也正常的啊。你晓得什么？这房子啊，在加这层阁楼的时候，我都在呢。这楼板就这么薄啊，不结实的。哎，这个周末我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这样你就可以穿得漂漂亮亮去上班了。好，这样子呢，我以后自己赚钱可以买衣服穿，这样怎么花1分钱有2份衣服穿，好不好？喂，我比你大这么多岁，跟你穿的一样，人家不笑话我。不会啊，我以后不买这么可爱的衣服穿，我们要换着穿呢，我就买那种像 office lady 一样的。走，我给你买菜去。太好了 ，office lady， 还想去吗？走。来，碰杯。哎，老婆，来交我杯。交什么交？好长时间没交了，来。好长时间没。听我说。姐，我敬你一杯，感谢你这么多年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在我心里啊，你比妈妈还重要。你放心，以后我赚大钱了，我一定报答你。哎，孩子啊，你光谢谢你姐，不谢谢你姐夫，光报答你姐，不报答你姐夫啊？你和我姐是一体的呀。哎，这孩子还没有正式上班呢啊，就跟发了大财一样的啊，都要报答我了。那行，等你发财以后，我也不工作了啊，就躺在海藻给我买的大别野里边，等着他拿这个钱砸我的脑袋了。你脑袋那么小，砸不上你，能砸我。孩子，来吃菜。你是做
坐公共汽车还是打车？我东西太多了，我还是打车吧。那东西看好了，看好了别忘了拿啊！放心吧。师傅，把后备箱打开。海藻，这个你放前面吧，啊。好了。慢点。走吧。到了给我来个电话啊！啊。这么放肆的夜晚，我都不习惯了。谢谢你啊，思纯。也对不起。奋斗的往事不堪回首啊，7年了吧？咱们来这个大城市已经有7年了。咱们存了多少钱了呀？够不够付房子的首期啊？小套的，凑合吧。赶快买，不能凑合了。我发现呀，房子又开始启动的迹象了。你想啊，过去10年，房价一直处于低谷。现在又开始回暖的现象了。我有个朋友在兰村路买了一套房子，他说上个月的房价比现在的要便宜5000块呢。所以我们要赶紧买，买完了房子生孩子，人生大事就完成一半了。你好。你好。哦，谢谢你啊。不客气。你说这帮人都瞎跑什么劲？人家 Discovery 频道早就论证过了，下雨天走路要比跑步淋的雨少。可是跑步比走路快啊，跑步淋的雨啊，肯定比走路淋的雨要少得多。你不信啊？回去试试。哎，你干嘛去啊？啊？你是在这个附近上班的吗？你不认识我？咱们俩在一个大楼里工作，我们以前老在电梯里碰见。有吗？啊？哦。怎么下这么大呀？不好意思啊，我还要赶车呢。哎！不好意思，让一下。不好意思，谢谢。哎，对不起，不好意思，对不起。小姐，你伞上面的水都滴我鞋上了。啊，对不起啊。来，你站上。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行吗？那个，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呀？不是同事吗？我要想知道，我肯定能知道啊。我不是说我不想知道，我的意思是，你今天的行为好像不是雷锋精神嘛，类似于做好事不留名。雷锋也不是不留名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他叫雷锋啊？
好，好，好，雷锋同志。哎，那我以后就叫你雷锋吧。啊？我到家了，谢谢你。不客气，再见。我以后叫你雷锋吗？小贝。哎呀，这样舒服。你慢点。没关系啊，上去楼梯怕什么？这么旧啊！怎么这么多小广告啊？这房我赶紧来，花多少钱？几十万呢？这墙，哎呦，赶紧混凝土的。是吗？这地呵，还有那厕所里有一大窗户。我们赶紧公司。啊，对，我们去年结婚。哎，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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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进来，都进来。喂，喂，啊，你，我出38万。你们怎么说？我们家2万。你，我们现在交付礼金。我待会儿打给你啊。还有你们2位呢？疯掉了！现在付现金38万，这种破房子要38万，真是穷疯了。你看那个地，啊，那个线全露在外面。不是10年，我估计20年这房子。走，以后这种房不要看。跟买菜似的，这什么房？我跟你说，以后绝对不要和白痴一起看房，绝对不要和秃一起看房，根本没法正常思考。我怀疑啊，今天除了第一对夫妻跟我们一样是真想买房的，其他全是那个房产经纪找的托。我看用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很快的加入到这群白痴的行列当中。我这有个消息，你想不想听？什么呀？我刚才不是接了个电话吗？就是上周那个房屋经纪给我打的。我们以前不是紫庄看了一套房子吗？他说让我们不要考虑了，他已经卖出去了。你猜他多少钱卖的？多少？比以前的估价高了3万2。这是不是疯了？房子怎么说涨就涨起来了？现在还是我们在挑房子，我看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房子挑我们了。哎，小吴啊，你知道南平路怎么走吗？哟，这我还真说不清楚。你问郭姐啊？哎，谢谢。小郭啊，我想去南平路，你知道怎么走吗？南平路啊，哟，挺远的。你从哪儿出发？就从办公室走啊。哦，从办公室，那你就在楼下坐89路，然后到青少年活动中心下，再转66路，过江以后到时代广场下原地不动，然后坐193机场快线，有一站叫松吴路的，你下来以后沿马路右手边第2个红绿灯右拐就是。哦，太谢谢你了，谢谢妹妹。谢谢。哟，郭姐，我看你现在真是活地图嘿，大家问路都找你。有什么办法呢？看房子看的呀，唉。不是我吹的，现在整个江州啊，全在我脑袋里头。不信你随便问我一个地方，我马上能准确的告诉你，从这儿出发到那儿需要多长时间。那得，以后不用搞什么问路的收费电话了，直接把电话打你这儿就行了。是啊，我半价收个费，估计都能付我一套房子的首付了。哎，你看那么多房子，没一套满意的、合适的呀？有合适的，价钱不合适呀，没钱啊。啊，那天我看了那个什么叫太阳城的广告，你不是也知道吗？那这房子是真好，可是你知道多少起啊？150万起卖。我哪有那么多钱呢？算了，再等等吧。你说你能等，这孩子怎么等啊？你看你现在肚子大的。一定要在你落地之前把房子问题解决掉。
你们呢？不买，太贵了。不买。你们呢？价位太高了，能不能再低一点？没办法，都是这个价。你们呢？我们再加2万。你们加2万，你们呢？我加你4万，你不要再给别人看了，我现在就付定金。好，成交。这些人肯定是房产经纪找的托，压我们出价，我们不参与。哎，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那咱以后就住在这儿了？就住这儿了？我还能再等吗？肚子大的都走不动了，马上预产期就到了，就这样吧。可这套房子还不如咱当初看那套呢。是没那套好，可也不知道当初是谁目光那么短浅。你看那水喉漏在外面，啊，地板都开裂的，就没注意人家那个层高。人家那个层高5米多，隔一隔好楼上楼下嘞。可人算不如天算呢。不过好歹咱们也算是赶上涨价前的末班车了。你我这样这只小的，也算是有房一租了。嗯，这样还早，咱们出去好好庆祝一下。好。哐起来踢哐，哐起来踢哐，哐起来踢哐哐，哐起来踢哐，哐起来踢哐。也做出了一大口啊！来，恭喜你们在江州这片土地上有自己的家了。好。哎呀，今天心里头舒坦呐。来，吃菜。吃完这顿就要勒紧裤腰带了。孩子，来吃菜。哎，谢谢。哎呀，今天多吃点。高兴啊。这个好吃。喂。啊？什么？定金还我们？再加500，不卖了。再见。怎么了？刚那个房东来电话了，说是不愿意卖给我们了，有人比我们多出了2万，他把定金退给我们，另外再多付500作为补偿。没事，奥姐。我不气，没事，我不气。不就是一套破房子吗？啊，一个不守信用的破人吗？我真不气，没事。等我有钱了，宝宝，等我有钱了，妈妈给你买大别墅。别生气啊！太不像话了！别生气了，姐啊！这么不守信用，那交定金干嘛呀？哎，姐，我倒有个好主意，空手套白狼的，你们要不要听啊？什么主意啊？那既然现在房子这么吃香，大家跟哄抢银行钞票一样，那我们每天跟人签一个买房合同啊，一天一个500的话，那30天就是15000的收入嘞。你想什么呢？真是气死我了！来吃菜。你去替我签，把15000给我拿回来。行，包在我身上。哎呀，这不听话，把头包上。包什么包啊？只有农村妇女才包呢。我这多难看啊！我不包。你受凉头要疼的。现在只许生一个，你都没有搬回来的机会。怎么了？哦，尿了！哎呦，慢点，赶紧把尿不湿给他兜上。哦，你放心啊。哎呀，小孩敲尿布不是蛮好的嘛。现在你也是搞什么了？尿不湿，哎呀，又闷又贵，把我们小毛头的屁股都要捂坏了，是不是啊？哎，你也不看看，这么小的屋子哪有地方再挂尿片啊？再挂上尿片，我们在底下都不要走了。而且它这个功率，一会儿一泡，一会儿一泡，水漫金山的，拿去发电都行了。哎，都行了。哎。
尿片买回来了，你看。哎呦，买这么贵的呀？哎呀，买大了啊！要用小号的，你买中号的，他嫌大了。哎呀，不大，小孩衣服不都穿大1号的吗？啊！再说咱们然然生下来没几天都长这么大了，很快就能用的。然然，一看你这小丫头就是没做过事情。哎呦，买大的，怎么了？买大的它不漏吗？哎呀，不漏的，凑合用吧。行凑合用吧。孩子，哎，钱在门背后，实报实销啊！我买给我外甥女的，不用你报销啊。哎呀，然然。啊，裤子被风吹着掉下去了，那个李奶奶帮他收的。脏了没？对，这个奶瓶消过毒了。啊，这是隔壁苏阿姨给送的，说是把那个吃剩的饭菜拿这个防蝇罩一罩，干净卫生。哇，怎么这么大呀？哪有地方放啊？海总，把这个毛巾你拿去给他洗一洗。这个是吧？哎，你巴掌大的一点地方，大家蹭来蹭去的啊。这裤子还洗吗？哎，这个别洗了，这个没得换了。你让我抱抱他再走。哎呀，哎呦，还挺重的。然然，看看，哟，这是爸爸，看见没有？爸爸，他在看你。思纯，拿刷子刷干净啊。啊，知道了。肥皂，蘸点肥皂洗。知道了。过干净啊。还早，他脚都露在外面了。好。给我吧。啊，不要。哎呦。很乖的妈妈，听见没有？姐，怎么了？他尿了。哎呦，怎么又尿了？哎呀，刚给他换过呀。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呀？来，吃的奶粉还没有尿的多呀。哎呦，你看他的，你可真厉害呀！啊，一包尿片100多，一罐奶粉100多，你进出双向收费，比中国移动还狠啊！啊！所以我说啊，尿布不能买大1号的嘛。哎呀，轻点儿。哎呀，哎呀，哎呀！战斗的一天熬过去了，终于熬到了睡觉的幸福时光喽。他还好抱怨了呢，你下班回来就忙这么一会儿，妈一盯一天呢，都没说什么呢。你还别说啊，我现在上班啊，那就是养精蓄锐，就是为了下班回来啊为家做家务的。嗨，我现在一到礼拜5啊，我就紧张害怕。都上了这么多年班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盼着上班的。哎呀，喂，哎妈，是我。然然睡了吗？太好了，你快把他抱来。没睡呢。喂，你是谁呀？我是谁呀？我是妈妈呀。你是谁呀？你是不是然然呀？啊，然然，你叫一声妈妈好不好？就叫一声，叫妈妈。妈妈唱呀，唱什么？小兔子呀，好，妈妈唱啊。小兔子相貌好，红眼睛，白皮袄，后脚长又大，前脚短又小，走起路来一跳又一跳。好不好呀？差不多了。啊，喂，哎，妈，哎。然然这2天还好吧？没感冒吧？我跟你说啊，最近感冒人可多了，你当心一点儿。还有你跟爸爸也别感冒了啊！你们感冒传染给他可不好了。行，我那个什么，我那个什么，下个月那个生活费我就不寄给你们了。我11反正国庆的时候我就过来啊。好，那就这样啊，再见，拜拜，
我说老婆啊，你这样打长途电话，打得我心惊肉跳的。按照你这样打电话呀，半平方米又没了。哎，想什么呢？我想买个电脑，装个摄像头，给我爸妈再买台电脑，这样我就不用老打电话了。我想在网上看到然然。你看，打长途电话，每个星期你只让我打一次，一次3分钟都不到，一点都不过瘾。我想然然。我想都快得忧郁症了。一台电脑，又是半平方米。再说老头老太太他也不会用啊，每次用的时候还得找人，太麻烦了。时间一长，电脑呢就成摆设了，不现实。可是如果用 MSN 或者 Skype 的话，那电话费不也省了1个平米吗？如果安装网络电话，都得要装宽带。你要知道，现在宽带费很贵的。老婆，再忍忍吧，啊！要不然，你把钱直接寄给然然，给他买吃的，多好啊，多实惠啊！再忍忍吧，啊！等咱们买上房子了，就把孩子接过来，好不好？好，买，不就是一台电脑吗？不就是吃点买房子吗？没问题。算了，挣钱吧，先挣钱，什么时候钱攒够了，什么时候买了大房子，才能把然然接来。2只猪都去洗手啊！啊，姐夫，我不去洗手了啊，你帮我拿个毛巾上来。啊？为什么？你们那个厕所跟公厕一样的，满地都是盆，走起来跟地雷阵似的。好。哎，跟你讲过多少回了？啊，下筷子之前一定要看准了。锅还早啊！你这样翻来翻去的，以后让你婆婆见到，一定会骂你没规矩。小贝说没关系啊，他们家没那么多规矩的。切，你怎么不知道就嫁小贝啊？啊，结婚证书1天不拿到手，1天都很难说不成变故哦。姐，哪有你这样说话的？我这是为你好，谈了半年就要结婚，一听就不稳当。姐，你有没有与时俱进的意识啊？啊，谈得越久呢，黄的可能性就越大。结婚这个东西啊，就得一鼓作气，趁热打铁。我要在他看我哪儿都美的时候，能一把把他套住。看你美的，就跟小贝已经是你盘子里的菜一样的了。啊，人家妈妈看上你了吗？我跟你说，儿媳妇儿因为没有被婆婆看上的，最后被婆婆戳散的比比皆是。麻烦你，规矩还是要走在前头的。哎，这件要烫一烫的。还有上次那个 spray 的，你是手洗的吗？我当然手洗的了。还有你讲，哪次洗衣服前我不看看牌子的？切，我比你仔细多了。等，这几件衣服洗好了，给你挂在这儿，走的时候别忘了拿啊。嗯。还有啊，胳膊肘抬高一点啊。上次长裙子都拖地了，还洗了1天呢。哎呀，知道了。来，孩子，擦手。你这毛巾拧的可够长时间的啊！又抽烟了吧？你姐了解我吧？
这就叫了解。我要买房子。太仓促了吧？你也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你呢，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回来这一路，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买房子，把然然接来跟我住在一起。我要买一套2室1厅的房子，不要太偏，价格呢大概是80万，首付20%就是16万，我们的存款加公积金总共是8万，剩下8万，你呢负责问你爸妈借4万，我呢问我爸妈要2万。你别急，我不是说让他们少出这2万，我是以后不给他们寄然然的生活费了。你现在也知道养孩子是多贵。另外2万，我把海藻结婚的钱拿来先用一用，让他等等再结，这样钱一到账，咱们就看房子。可问题是，你把买房子的事儿啊想得太简单了。你不装修了，不买家具了，这首付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贷款呀，还有其他乱七八糟一些项目，肯定要超出我们的偿还能力。你也太冒进了吧？我们的问题不是太冒进，是我们现在太保守了。如果早2年把这个问题解决，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你算算看，我们2个加在一起都快70了吧，还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对，我也知道什么急不急在这1、2天，是吧？以后一切都会有的。但我真的等不到以后了，这以后太遥遥无期了。我要现在，现在我就要买一套2室1厅的房子。可是，这钱的事儿，我跟我爸妈怎么说呀？我们家的状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老2口存点钱多难呢，还要负担我那个生病的舅舅。以前你不是一直鄙视啃老族吗？想不到有一天，我们也落到这个地步了。我们不啃他们，别人就要啃我们。这房子涨的，你见过这种涨法吗？啊，股票还涨涨跌跌呢。前2天，刚有小道消息说，啊，这房价明年年底有可能下跌。这2天报纸马上就有人出来说话了，说什么啊，要保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说什么楼市才刚刚进入春天，还春天呢，都长成这样了。还有，你记得吗？啊，那时候咱俩刚毕业的时候，我给你掐指算过，紫庄那套连体别墅，是吧？咱俩不吃不喝在这个城里面，得20年还完吧？现在我再给你掐指一算，还是那套连体别墅，咱俩不吃不喝得50年还完。这说明什么？难道我突然长寿30年吗？这只能说明房子，你越嫌它贵，它越贵，它就贵给你看了，你能怎么办吧？所以我跟你说，这次我们不咬咬牙买，可能一辈子就买不起了。跟你妈说，让她别怕，能拿多少拿多少。她老了，我们养她。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跟她说呀？我说等你以后老了，我们养你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我们养她，那是还她的养育之恩，又不是还她给我们买房子的债。哎，你妈养你应该，你养老婆孩子就不应该了，是吧？你掐指算一算，你妈养你18年，我得给你活到80岁。万一你再长寿一点，活到90，我还得伺候你吃，伺候你喝，谁要你时间长啊？而且你妈养你那叫责任，是吧？对，我养我妈那也是责任。对，我没说让你把你妈扔大马路上不管啊，我只是说你妈给我们房子投资4万块钱，等于买了个终身保障。你就算是投人寿保险，也没这么高的收益吧？是不是这个账呢？行了，我不跟你啰嗦了啊，赶紧问你妈要钱去。前段时间，天天听你说房子长房子短的。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你又天天唠叨孩子长孩子短的。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提房子的事儿，怎么突然间做决定了呢？是因为女儿，
我的女儿是和我的房子拴在一起的，有房子才能有女儿。这次我回去，然然大好多，会说好多话了。以前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现在呢，动不动就吟诗作画了。看见墙上有个字儿，会问我：“妈妈，这是什么字儿啊？”一本小画书，能从头翻到尾，跟我说：“这个是麋鹿，这个是水獭。妈妈，是水獭，不是水濑啊！”我听着心都疼。这是好事儿呀，为什么要心疼呢？可他认这么多字儿，懂这么多事儿，有哪个是我教他的？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人和情感的理解，有哪一样是从我这个当妈妈的这儿学来的呢？我这个妈妈，现在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意义？老婆，一个人生下来，对世界的认知都来自他的母亲。但是你的妈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小学老师，她替咱们带孩子，应该比咱们俩更合适。你们又是一脉相传，你怎么会跟你妈妈争风吃醋呢？可然然已经不认识我了，她不认我了。晚上睡觉，她半夜醒来，看见是我，会嚎啕大哭。她不用睁开眼，闻着姥姥身上的味道，就能一路爬过去。我这个妈妈对她而言，跟街上的阿姨有什么区别？说怀孕10个月，她在我肚子里装了10个月。头3个月吐啊吐，一口吃不下；后3个月吃啊吃，吃成个超级大胖子。临生前，就是这样躺在床上，看着闹钟滴滴答答的，1分1秒熬过的。为了生他，我受了2茬罪，自然生也疼了，剖腹产也挨了1刀，喂奶得乳腺炎。肿得2个胳膊都放不下来，当时恨不得把乳房都割了。你说自从有了然然以后，我买过1件衣服吗？我连内裤都舍不得买。到头来他和我不亲，我不要，我不要这样的生活。我要在他完全没有懂事之前，把他接到身边来。我要亲自教他、疼他、爱他，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最爱他的人是我。嘿，嘿，你大惊小发什么呆呢？怎么了这是？不舒服啊？佛说前生500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1次擦肩而过；1000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1次有缘相见。你说咱俩现在能躺在一张床上，该有多少次的回眸啊？你就想这事儿呢？我们俩上辈子什么都没干，照你这么说，光回头了，神经病呗你！我讨厌星期2。啊？周末已经远去，周5还遥遥无期呢。我昨天就因为回味周末的美好时光，我已经1天都没干活。天哪，我今天该多忙啊！哎，你说啊，要是1周能够工作2天，休息5天，嘿，那该多好啊！想什么呢？
你老板又不是慈善家。他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善心也好啊。我觉得人生的轨迹有问题哦，每个人都在为口粮拼命，所以才把自己搞得那么不堪重负的。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在日子中承受痛苦，还是为了享受欢乐呢？关键是每个人都这么活着，从来也没有人去质疑过。我们就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要不停的工作，1个月工作22天，甚至更多，像牛一样的生活30天，像小兔子一样欢蹦乱跳的日子，也只有发薪水的那么1天。我们要用30天的紧张去换1天的松弛，哎，这样算起来好像很不划算呢。那是你不划算，你老板很划算。你看他长了一副就是残酷资本家的样子，每到星期5就安排你出差，完了星期1等你回来还不耽误你上班。每天一下班的前1刻钟，突然想起有什么事让你来做，你老板的想法多牛叉啊！对，说的太对了。他开的那辆奥迪呀，就是我被压榨出来的剩余价值给堆积出来的。而且我也看出来了，根据他把我当甘蔗一样的丢进榨汁机的那个发展趋势啊，他很快就会升级更新换代宝马了。朋友，这就是你我的命，知道吗？还不起啊？牙膏挤好了，粥也盛好了，你要再不起的话，今天就算旷工了吧？啊？我走了啊，拜拜。我生病了，我真的生病了，我起不来，我要到星期5才能去上班喽。大嫂，把里面收拾一下。哎。今儿有我信吗？没有。海嫂啊，今儿晚上啊，哪儿也别去了，晚上有饭局，外滩蓝会所，听见没有？哎。海嫂，你瞅你这不情不愿这劲儿，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啊，外滩蓝会所，那普通老百姓从那儿走过去都怕收钱。我哪有不情愿呢？陪人吃饭也是我工作的职责之一嘛。这还差不多，别忘了啊。这也是海藻最讨厌的工作之一。满桌子的菜，你永远不会下第一块。等桌上所有人都夹一遍，你才有可能去吃别人剩下的口水。饭桌上，你不会全神贯注于菜肴，却要注意谁的杯盏里酒空了，菜干了，然后殷勤倒酒布菜，说一些自己都觉得很肉麻的吹捧的话，对每个人媚笑讨好。待餐毕，别人都酒足饭饱，而自己却腹中空空，了无滋味。明明钱最终落到的是老板的口袋，他只肯分其中小小的1毛给自己，而献媚的活儿都要自己去干。
今天晚上有应酬，晚上不能回去吃饭了，你自己吃吧。那回来再亲你，乖乖的啊，你要有个好心情。吃午饭了吗？不想吃。那不行，你一定要吃，不要饿坏了小猪的胃。嗯。等着，我给你送一首好听的歌曲。听着。海藻笑了，无论怎么不开心，一看到这只大熊，海藻就会笑。它是那么形象。现在只要一看到大熊，海藻就觉得那就是亲爱的小贝。小贝很认真、很用心地爱他。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和姐姐，海藻觉得小贝就是他最亲的人了。有一丝寂寞，我的爱一直陪伴你左右。冷风吹入我胸口，是我为你在守候。眼神交汇时候，甜蜜的笑容。时间都会静止。这行不，大哥？哎，我先到了，一起啊，一起啊！真是的。啊，谢谢。请。哎，小郭怎么不喝酒啊？郭，宋秘书你的话。小郭有心事？没有。他是新来的嘛，以前没见过。没错，刚来的，还在试勇气呢。来，小郭。哎。宋秘书，不好意思，您刚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小郭今年多大了？25。成家了吗？还没。前途无量。奇怪，25岁没结婚就前途无量了？来吧。哎。小郭，你买菜回来了？买点什么菜呀？买了点芹菜。我也买了点芹菜。今天礼拜六，我女儿要回来。你还睡啊？你不去单位了啊？快起来了，素纯，快起床！你不去单位了今天？哎呦，都8点半了，完了，迟到了！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呀？迟什么到啊？今天礼拜六。哎呀，礼拜六啊，去什么单位啊？哎，去单位打电话呀？什么电话？打电话跟你妈说那个事儿呀。哪个事儿啊？
什么傻啊？你以为你装傻就能蒙混过关？跟你妈说要钱的事儿。这一大清早的又是喊又是扭耳朵的，我这心脏病都要犯了。这不是还没醒吗？你真的醒了吗？醒了。那你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哎，那，新鲜的。快拿走啊！乖的啊，你对花儿可比对我好多了。你什么时候能那么精心的伺候我呀？我对它好，因为它开花呀。你会吗？要不你也开一个我看看？乖的，乖的，乖的，乖的。我不仅会开花，我还会请安。孩子，孩子，你这个大喇叭！哎呀，喇叭放！呀，千手观音，好。你什么时候去你姐家？我一会儿就去啊，我要傍晚才回来呢。你会不会不想我哟？我说的是不想我。我不会不想你，我会一直乖乖的想着你。这还差不多。我做好饭等着你。好，去吧。哎，小贝，这个好看吗？地摊货，别穿出去给我丢人现眼的。什么呀？这个正宗的百货公司的2折夏季品呢，原价500多呢。哎呦，等你半天了，怎么才来呀？好堵啊！给我。饿了吧？啊。来，我给你买的香蕉。哎，姐夫呢？哦，他加班去了，来自己办。那个，海藻，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现在手头有多少存款啊？我哪有什么存款呢？我这不刚找到工作吗？都歇了好几个月了，我吃的都是老本儿。姐，我发现在江州这种地方，我想存点钱，真的是比登天还难。那你到底能拿出多少来呢？8000吧。就8000啊？你还想明年结婚？我看小贝又不是什么有钱的人，到时候你们怎么买房子啊？租呗，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买。结婚不就领张证吗？我们2家人也都不在这儿，也不必办什么仪式了呀。那这样，我呢急需买房子要用钱，你能不能把你的钱加上小贝的钱先借我用用？等我攒齐了我就还给你。好，行啊。那你要多少？我最少要2万，多给不限。我过2天给你送过来啊。那你房子看了吗？没有，我想先把钱的问题解决。姐，你要是去看房呢，就叫上我一起啊。好吧。哎，走的时候把那罐香蕉带走啊。你自己留点吧。没事，我吃过了，好吃吗？